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你之所以赚不到大钱，很可能是因为你的三观还停留在过去。没错，就是你那套陈旧的、早已过时的三观，正在悄悄地阻碍你成为人生赢家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坐稳了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有点震惊。但请相信我，只有直面这些真相，你才能真正突破自己的财富瓶颈。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：你的社交观可能已经过时了。还记得那些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老话吗？忘掉他们吧。现实是，你能给别人带来多大好处，别人才会回馈你多少帮助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曾经是某汽车零部件厂商的销售。有次，他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，碰巧他的大学室友刚升任一家大型车企的采购经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这位朋友对室友又是敬酒又是递烟，室友也笑呵呵地表示一定会向公司推荐他家的产品。听起来是个完美的社交故事，对吧？但等等，故事还没完。聚餐结束后，我回包厢取衣服时，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：我朋友的名片被随意丢弃在地上。这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幻想破灭的声音。朋友间的提携根本不是靠交情，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。你可能会说，但我真的很会社交啊。好吧，让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知道作家肘子吗？他刚出道时也像你一样，以为社交就是参加各种聚会加大佬的微信。每次遇到行业大佬，他都兴冲冲地跑去要联系方式，希望对方能帮忙推荐自己的作品。结果呢？大部分人直接说不方便留联系方式，少数几个说会看他的小说的，之后也都没了下文。这不就是你现在的处境吗？但肘子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。几次碰壁后，他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，他砍掉了一切社交活动，把自己关在家里钻研写作。他下载了近几年的知名作品，一句一句地拆解分析，每天至少写够4000字，写作期间更是断绝跟外界的一切联系。只有完成当天的任务后，他才会上网翻阅读者们的评论，然后根据反馈意见修改作品。猜猜结果如何？仅仅2年后，他写出了几本爆款小说，一举进入中国作家富豪榜。那些曾经冷落他的行业大佬开始主动联系他，邀请他一起合作。看到差距了吗？当你还在为了一个微信号卑躬屈膝时，真正的赢家已经在默默积累实力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记住，社交的交不是指交情，而是指交换。没有可供交换的资源，即使你挤进了别人的圈子，你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路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在社交中脱颖而出，停止无意义的社交吧，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提升自己上。等你真的有价值了，那些曾经对你爱答不理的人自然会主动来找你。但是为什么你的社交努力总是失败呢？让我告诉你几个关键原因。首先，你可能没有明确的目标。很多人社交只是为了社交，没有明确的目标。他们参加各种聚会，加入各种群，但最终只是浪费时间。记住，每一次社交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，是为了学习新知识，获取行业信息，还是寻找合作机会。没有目标的社交，就像没有方向的船，永远到不了岸。
其次，你可能没有独特的价值。在社交场合，你能提供什么独特的价值？如果你的回答是没有，那么你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人们愿意与你建立联系，是因为你能为他们带来价值。这个价值可以是知识、资源、机会，甚至是独特的见解。如果你没有任何独特的价值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记住你？最后，你可能不懂得持续性。真正有效的社交不是一次性的事件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很多人在第一次见面时表现得热情洋溢，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。这样的社交是没有意义的。你需要学会如何持续地为你的社交网络提供价值，保持联系。那么，如何建立真正有效的社交网络呢？记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质量胜过数量。不要追求认识更多的人，而要追求认识对的人。一个能给你提供有价值信息或机会的人，胜过100个点头之交。专注于建立少数几个高质量的关系，而不是大量的浅层关系。其次，提供价值先于索取。在寻求帮助之前，先想想你能为对方提供什么。这可以是信息、资源，甚至是一个新的视角。当你成为一个价值的提供者，人们自然会乐意与你建立联系。再次，持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最好的社交资本是你自己的能力和知识。持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当你变得越来越优秀，人们自然会被你吸引，主动来与你建立联系。此外，要学会利用社交平台，但不要依赖它。社交媒体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但不要过度依赖它。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往往需要面对面的交流。使用社交媒体来保持联系，但要创造机会进行实际的互动。最后，培养倾听的能力。很多人在社交场合只顾着展示自己，却忘了倾听。培养你的倾听能力。通过倾听，你可以了解他人的需求，从而找到提供价值的机会。记住，真正的社交高手不是那些认识最多人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在需要时调动资源的人。通过提供价值、持续学习和有策略的社交，你可以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交网络，为你的事业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助力。好了，现在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醒悟了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但等等，你的财富观可能也需要一次彻底的革命。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：勤劳致富。你可能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不休息，就为了多赚那么一点点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越会赚钱的人，越会尽量避免赚辛苦钱。不信？那让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叫 Kitty 的博主，曾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联系客户，每天发上100封邮件，打几10通电话，每天都是眼睛肿胀，口干舌燥，抢着最后一班地铁回家，累到靠着座位就能睡过去。你觉得他这么拼命，肯定能赚大钱吧？错了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下班途中发现忘带了手机。回到办公室时，他惊讶地发现仍有同事一边看纸质资料，一边敲键盘。最让他崩溃的是，这个看似悠闲的同事的收入只处于公司的中下游。就在那一瞬间， Kitty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公司不缺他们这种拼命的员工，缺的是能真正带来利润的员工。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式。几天后，他主动揽下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南美业务。要知道，公司在南美市场的客户极少，仅有的客户也有大笔款项拖欠。但 Kitty 用了1年时间，不仅追回了数百万美元的欠款，还开发了10几位稳定客户。就凭这2项业绩，
他被提拔为业务总监，薪资超过公司90%的员工。看到差距了吗？当你还在为了多赚那一点加班费拼命时，真正的高手已经在思考如何创造真正的价值了。记住，财富的背后永远是价值。普通人最容易走入的误区，就是跟周围人做着一样的脏活累活，却幻想自己能比周围人富有。如果你还在为了一点点加班费熬夜加班，那么请醒醒吧。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时间投入，而是彻底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。那么，为什么打工思维会限制你的财富增长呢？让我告诉你几个关键原因。首先，打工是一种线性收入模式，而真正的财富增长是指数性的。打工的本质是用时间换钱，你工作8小时就得到8小时的工资。但创业者、投资者他们的收入不受时间限制，可能在睡觉时也在赚钱。其次，打工的上升空间是有限的。在大多数公司里，你的薪资增长是有上限的，即使你再努力，也很难超过你上级的工资。这种结构性限制让你很难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。再次，打工心态伴随着对风险的恐惧，你可能害怕失去稳定的工作，因此不敢尝试新的机会。但要知道，最大的风险其实是不冒险。最后，长期的打工生涯可能会让你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，难以接受新的想法和机会。这种思维模式会阻碍你看到和抓住新的赚钱机会。那么，如何突破打工思维，实现财富自由呢？记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建立多元化收入，不要仅仅依赖于工资收入，开始尝试建立被动收入，比如投资股票、基金，或者创建一个小型在线业务。记住，你的目标是让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为钱工作。其次，投资自己。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，不断学习新的技能，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。特别是那些可以创造被动收入的技能，比如写作、编程、设计等。再次，寻找杠杆。在工作中，寻找能够产生杠杆效应的任务。比如，与其亲自完成一项任务，不如想办法建立一个系统，让这个任务能够自动完成。这样，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。此外，培养企业家思维。即使你现在还在打工，也要开始培养企业家思维，思考如何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，而不仅仅是完成分内的工作。这种思维不仅能让你在现有工作中脱颖而出，还能为你未来可能的创业做准备。最后，重新定义工作，不要把工作仅仅看作是赚钱的手段，而要看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。当你开始关注如何创造更多价值，而不是如何赚更多钱时，你会发现赚钱反而变得更容易了。记住，突破打工思维不是要你立即辞职创业，而是要你在现有的工作中开始思考如何创造更多价值，如何让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走出温水煮青蛙的困境，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。现在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清醒了，但是，等等，还有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障碍，你的价值观。很多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。这种想法看似没错，但实际上可能是阻碍你赚大钱的最大绊脚石。不信？那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企业家冉灵燕刚参加工作时，跟公司前辈一起招待一名海外客户。前辈的英语口语不是很好，几次遇到沟通不畅的情况，都是冉灵燕帮忙解围。
客户对他极为赞赏，并表示以后只跟他对接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机会，对吧？但故事还没完。事实上，这位客户自从被前辈开发出来后，整整1年没有下过订单。而有冉灵燕对接不到1周，客户就购买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产品。老板当然很高兴，决定将这笔订单的佣金分1半给冉灵燕作为奖励。按照提成比例，他能获得将近20万元的酬劳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冉灵燕1分佣金也没拿，全部让给了前辈。他还对老板说，客户一直是前辈在维护，到我这儿不过是临门一脚。你可能会觉得他傻，对吧？但等等，故事还没结束。这件事过后，前辈常常主动找他合作，还介绍自己的客户给他认识。后来冉灵燕辞职创业，光是前辈提供的资源就给他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。看到差距了吗？当你还在为了一点小利斤斤计较时，真正的高手已经在布局更大的蛋糕了。稻盛和夫说过，最值钱的价值观是利他之心。这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，而是赤裸裸的商业智慧。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，没人愿意和自私自利的人合作，也没人喜欢和锱铢必较的人共事。利可共而不可独，让利于人，就是把长久的利益让给自己。如果你还在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斤斤计较，那么请醒醒吧。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计算，而是更宽广的格局和更长远的眼光。那么，如何重塑你的价值观，让你在商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呢？让我给你几个建议。首先，学会换位思考。在每次做决定之前，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这不仅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需求，还能让你发现更多的合作机会。其次，培养长期思维。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，而要考虑长期的收益。有时候，短期的让步可能会带来长期的回报。就像冉灵燕的故事一样，他短期放弃了20万的佣金，但最终获得了数百万的收益。再次建立信任。在商业世界中，信任是最宝贵的资产。当你表现出诚实和可靠时，人们会更愿意与你合作，给你更多的机会。而这些机会往往比短期的利益更有价值。此外，创造共赢。不要总是想着如何从对方那里获取更多，而要思考如何创造双赢的局面。当你能为他人创造价值时，你自己的价值也会随之提升。最后，持续学习和成长。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接受新观点。这不仅能帮助你发现更多的机会，还能让你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。记住，重塑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它需要时间，需要实践，有时甚至需要你经历一些挫折。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，你才能真正突破自己的限制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现在，你已经知道了那些阻碍你赚大钱的隐形门槛，你也知道了如何突破这些门槛，重塑自己的三观。但是，知道这些还不够。真正的改变需要你立即行动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重新审视你的社交圈，改变你的工作方式，调整你的价值观。不要再在烂事上内卷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件事，在赚钱上内卷没问题，但千万不要在烂事上内卷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是烂事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耗费你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但对你的长远发展毫无帮助的事情。让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企业家朋友，他年轻时在城里打工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大排档吃饭，被老板诬陷少付了10块钱。
结果呢？他跟老板和店里的4、5个员工大打出手，最后被送进医院缝了18针，还因为打架斗殴被罚了200块。你觉得他赢了吗？错了，他输得很惨，不仅受了伤，还赔了钱，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故事并没有结束。多年后，这位朋友已经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，被服务员误会没有付钱。你猜他怎么做的？他连说不好意思，重新付了一次钱后匆匆离去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？他后来告诉我，并非我不在乎钱了，而是对以前的我来说，10块钱是半天的收入，但换作现在，我花在吵架上的时间足够赚好几顿饭钱了。看到差距了吗？成功人士之所以能成功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赚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懂得如何避免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所以，请记住，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是在赚钱上内卷，在烂事上躺平。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、计较或者抱怨上。这些事情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会消耗你的精力，阻碍你前进的步伐。相反，把这些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提升自己、创造价值上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记住，改变是痛苦的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所谓的朋友，可能会面临同事的不理解，甚至可能会遭遇暂时的挫折。但请相信我，这些都是值得的，因为只有经历这些，你才能真正突破自己的限制，实现质的飞跃。正如会赚钱的人想的不一样中所说，财富的积累不是线性的。很多人是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才开始真正挣到钱的。这些事情可能是兢兢业业却被无情裁掉，也可能是起早贪黑做生意却血本无归，但这些经历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一个人原有的三观。不破不立，只有经历三观破碎的阵痛，才能收获重组升级的蜕变。所以不要害怕改变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这些都是你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些阻碍你赚大钱的隐形门槛，你也知道了如何突破这些门槛，重塑自己的三观。但是知道这些还不够，真正的改变需要你立即行动起来。记住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亏待那些勇于改变、不断进步的人。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从现在开始，重新审视你的社交圈，改变你的工作方式，调整你的价值观。不要再在烂事上内卷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。相信我，当你真正这样做了，你会发现，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财富梦想，其实离你并不遥远。最后，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：所谓人生赢家，无非就是在该翻篇的时候，不浪费自己一丝气力，在该拼命的时候，逼得自己不留一丝余力。现在，行动的时刻到了，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传奇吧。记住，烂事年年有，但赚钱这件事时不我待。多年后，你会忘记所有不愉快的故事，但会感谢那个起早贪黑的自己。祝你在财富的道路上一路顺风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